Hi everyone, I'm Charli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胖胖，喜欢我记得订阅哦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清晨7点，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新山。今天从新山出发，玩遍新加坡，再杀回来。第一站，我们要先用南洋道地的早餐来唤醒灵魂。来到动员茶餐室，这家娘惹风味的早餐真的非常推。我个人最爱他们的米线，那种酸酸辣辣的口感，搭配上一杯浓郁的 coffee，简直是绝配。在这种老派的咖啡店吃早餐，就是有一种独特的南洋悠闲感。接下来，我们从新山坐车到新加坡，这条路对当地人来说是日常，但对游客来说真的是一场耐力赛。先出境马来西亚，坐170X 号公车到新加坡克兰芝地铁站，1.9马币，记得拿车票，然后入境新加坡，用之前拿的车票继续坐170X 号公车或160、170、950到克兰芝地铁站下车即可。一到新加坡，先杀到市中心来福士坊，这里的高楼大厦真的超壮观，完美体现了新加坡的繁荣。接着走没几步路，就看到新加坡的流量明星鱼尾狮了。我知道这个景点超多观光客，但既然来了，不拍一张张嘴接水的发财照，真的说不过去。看大家都在那边瞧角度接水，真的超有趣的。午餐时间，我们直冲麦士威熟食中心，目标就是这家红遍全球的天天海南鸡饭。看这排队的人潮，真的没在开玩笑。但当你吃到那口软嫩多汁的鸡肉，还有吸收了鸡汁精华、粒粒分明的香米饭，你会觉得刚刚排队的辛苦都值了。这就是新加坡最平价却也最奢华的味觉体验。在跨过长堤回新山之前，这是最后一站星耀樟宜，你一定要留至少2到3小时给它。这里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机场的想象，它更像是一座被玻璃穹顶包围的未来植物园。一走进去，你的视觉中心一定会被那个高达40公尺的雨漩涡给勾住。它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，看着水从天顶中心倾泻而下，那种气势配上水汽带来的凉意，真的会让你瞬间忘掉外面的炎热。瀑布周围环绕着超过900棵树木和6万株灌木，这里就是资生堂森林谷。你可以顺着步道往上走，呼吸一下带着植物芬多精的空气，在一个现代化机场里登山健行，听起来很疯狂，但在星耀樟宜，这就是最时髦的放松方式。如果还有体力，顶楼的星空花园绝对值得上去。
这里有横跨半空的天悬桥，底部是透明玻璃，站上去真的会心跳加速。还有隐藏在迷雾中的云雾湾，看着小朋友在雾气里跑来跑去，画面感超疗愈，随便拍都是大片。跨过长堤回到新山，那种属于大马特有的烟火气瞬间就回来了。今晚我们要吃的是那种即便排队到深夜，在地人也一定要吃到的老字号文强果条仔，灵魂三宝：粉肠、大肠和五花肉。这里的大肠处理得极其干净，完全没有异味，卤汁渗透进每一个纤维，咬下去是软糯带点 Q 弹。记得要一份卤豆干和豆脯。当它们吸饱了浓郁的卤汁，一口咬下，那种爆浆的咸鲜感，真的会让你忍不住想多叫一碗果条。清晨的陈旭年文化街褪去了夜晚夜市的喧嚣，散发出一种静谧的文艺气息。阳光洒在那些饱经风霜的七楼建筑上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低语。这里的建筑融合了中式风格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，最吸睛的莫过于那座漆成大红色的红楼，是绝佳的拍照打卡圣地。穿行在巷弄间，你会不经意地遇见描绘当地先辈生活场景的精美壁画。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是视觉盛宴，更是新山华人奋斗史的缩影。看着老店主慢悠悠地拉开铁卷门，空气中飘着潺潺的咖啡香与香料味，这种慢节奏的安逸才是老街最迷人的时刻。想要体验正宗的南洋早餐，华美茶餐室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朝圣地。始于1946年，这里见证了新山几代人的成长，是名副其实的古早味代表。这里的面包依然坚持用炭火烘烤，外皮微焦酥脆，内层涂上厚厚的自制牛油与香甜的咖椰酱，咬下一口，那是炭火才有的灵魂香气。午餐时间必须把胃交给新山的骄傲顺发肉骨茶。不同于巴生肉骨茶那种浓郁的黑汤，新山的风格更偏向清爽回甘，非常适合台湾人的口味。这里的汤头呈现清亮的琥珀色，入口先是淡淡的药材清香，随之而来的是排骨熬出的鲜甜。喝完后不仅不觉得燥热，反而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。砂锅里的排骨被炖得极度软烂，轻轻一拨便骨肉分离。吸饱了汤汁的排骨入味透彻，记得叫上一份油条，将它浸入汤中，吸满精华，再配上一碗软糯的卤猪脚与咸香适口的咸菜，绝对让你胃口大开。晚餐的最佳去处一定是海记海鲜煮炒，这是一家深藏在社区里的老店，靠的就是那股能征服在地饕客的锅气。老板娘是云南裔，开了37年了，女儿已经嫁到新加坡，儿子还在这里帮忙。当你走进店里，听到厨房传来锅铲与铁锅碰撞的清脆声，
看到熊熊火蛇吞噬锅底，那便是美味的预告。无论是鲜甜爽脆的咸蛋酥冬，还是酱香浓郁的姜葱鱼片，每一道菜都火候十足。坐在半露天的座位，伴随着周围食客的谈笑声，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用餐环境，才是新山美食灵魂的所在。新山 JB Central 到机场，每个整点会有一班去机场巴士，没有塞车，35分钟即可抵达。行程的尾声，我们把时间留给购物，来到 YOHO Premier Outlets， 这里汇集了各大品牌，折扣力度经常让人惊掉下巴。逛累了，买累了，就在这里的 Madam Quest 坐下来，点一份招牌椰浆饭或者炒粿条，为这2天的双城之旅画下完美的句号。这2天下来，我们体验了新加坡的精致繁华，也品尝了新山的在地人情味。虽然行程满满，但真的非常值得。我是 Charlie，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